Get ready to get wrecked. The train is coming. We'll continue on. I'd say I'll definitely classify us as unlikely. And it's not gonna happen. History books have a finite amount of pages, and Paper X's story is not done yet. Absolutely ridiculous! And have now taken down the people's champions. Fun alone. I guess in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ll over! EG are your Valorant World Champion! it would be nice to try and win like a trophy. You guys remember me as just crazy.嗨，这里是佩佩猪伯爵。今天我们要来讲述一场伟大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你一定不陌生，他原本也跟你我一样，只是一般的普通人，但在经历重重难关后，成为了你我最崇拜的那群人。这部影片我们要来万字解析 Pepper 的一生，看看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又耗费了多少时间才拿到现在的成就。就随着我与马卡的文字和剪辑一起看下去吧。你认为看 Pepper X 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是看他们极度工整的进攻吗？还是看他们超完整的纪律性吗？不，绝对是让你在享受血压飙升、快要中风的观赛飨宴。2077, I am still watching the PRX versus Luxia match. I had 4 children. 2 of them had a stroke while watching the match and died. Benkai retired and his son is playing for him now. Forsaken has over 3,000 kills and PRX has a map point but Fox's got just 1 before. My wife left me. I might pass out soon. I don't think this is very mean. I think this is more sad. Pepper X 是一间创立于2020年1月，由 CS 选手 DSN 和 CSGO2 Asia 创始人兼主编 Nick Edge 创立在新加坡的电竞组织。最初始的 Pepper X 是做 CSGO 起家的，但从他们初登版的阵容就可以看到现在队伍的雏形。在当年2月从 Dreamscape 挖角了 Alex 和达拜进入队伍 ，MyFree 也随后相继加入。6月他们又在招募了 Benkai， 再到了当年9月，另外一位重量级选手来自是桑头家族的明星选手 Forsaken 也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也是在这时 ，Alex 退下了选手大位，转战成为了教练。但他们在创队1年多的战绩里，可说是不差，但也不算太好，就是始终缺乏一个让他们成为被世人所注目的机会。同时，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新兴的 FPS 游戏职业生态 ，Pepper 决定做一个豪赌，一个彻底改变团队的决策，一个在太平洋即将刮起的紫粉色旋风。这个决定将奠定他们通往荣耀的道路。Pepper X 在2021年的1月10号打完最后一场 CS 赛事之后，在2021年的2月8号决定将战队的大方向转移至了特战英豪，由达拜、MyFree、Forsaken、Benkai 和 Tommy 以及 Alex 作为主教练呢，组成了我们最熟知的初代 Pepper X。基本功扎实且实力良好的他们，很快在这个尚未发展健全的职业生态里面，缴出了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在各种小赛事当中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在新马地区的挑战者联赛都屡创佳绩，名次基本上都稳坐前3，可以说是一支太平洋赛区崛起的新秀。在21年的5月呢，将 Tommy 替换成了新成员 Shiba。 And how did you get Shiba as your gamer tag? Shiba just like the dog. But like, how did you decide on it? I honestly don't know. It's just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I just decided Shiba is fine. Okay. 他们在东南亚第3阶段挑战者季后赛呢，与 Brain Esports 争夺赛区冠亚。A new era. Are we gonna get enlightenment here? Is this gonna be Brand Esports heralding a new day? Welcome to the Renaissance as the kings of SDA. 虽然以0-3收场，但还是获得第2名的席次，成功取得第一次登上世界舞台的门票，第一次在世界崭露头角的机会，准备踏上2021年 VCT 柏林站大师赛。而这次不但是他们的世界首秀，更是团员们首次在线下相聚。因为正逢疫情时代的关系，如果对他们初次见面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这部官方所做的动画短片，里面讲述着他们第一次见面，Benkai担任着破冰船的角色，活化整个队伍的气氛，还是恶整当时队内年纪最小的 Forsaken， 一切看似朝着正轨前进，但却被无情的现实给打碎。他们在小组阶段里面对到土耳其队伍 SMB 和当时亚太强权，同时也是 DRX 的前身 Vision Strike， 2场比赛双双落败，他们首场世界赛到此就结束了。但 Pepper X 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第一次受到了世界的瞩目。Benkai 总要整活的经典选手入场，也确实印象深刻哦。他们在赛后 Vlog 说道 I still think the EU teams are ahead and that there's thing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But I don't think it showed me, like screaming them showed me that we're actually not that far away from reaching the top. I'm trying not to be cocky or whatever, but I feel like I'm gaining more and more confidence in here after we
play in Berlin. 他们也在这次的失败之后加固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加深了对于胜利的渴望。在21年的9月份，他们正式告别了Shiba，迎来下一次的新成员，没错，就是Jin。而就此展开了 Pepper Rex 第一个最耀眼的年代 ，Pepper Rex 双子星的名号即将响彻整个 VCT 的大街小巷。Pepper Rex 在2022年太平洋第一阶段的小组赛就直接取得冠军，取得了属于他们第2张大师赛的入场券，他们的成名第一步也由此开启。Pepper Rex 的崛起要从22年冰岛大师赛门票战开始说起。当时整个世界的风气依然处在欧洲、北美才是最强赛区的阶段，但是有一句火光悄悄的在整个太平洋赛区点亮。这句火光不只是单一队伍，是一整个太平洋时代崛起的转捩点。韩国的 DRX、日本的 Zeta、东南亚的 Celsius， 当时名堂一出，没有一个是旁人不知道的，但唯独 Pepper Rex 在这时窜了出来，并在2022年3月27号的这一晚打响了成名之战的第一枪。当时Celsius的组成是由一派东南亚最顶尖的好手所组成的老牌队伍。虽然在当时的小组赛 ，Pepper Rex 早已2-0的打败过他们一次，但Celsius这群老选手又以他们的韧性接连战胜 Boom Esport 与 Blitz Esport， 杀回了最后的总决赛。并且在疫情的影响下，冰岛线下赛的机会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非常的珍贵。我相信身处同个时代的你我，也能明白这一份踏足出户证明自己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开局一上来 ，Pepper Rex 就祭出一道极快的霓虹带叛旗前推。这一招最早是被当时的世界冠军 Optic 现 NRG 由 FNS 发明，在2022年3月7号对战 V1 的时候亮相。叛旗瘫痪对手的技能与霓虹极快的近身交战能力，两者合而为一铸成的快攻阵，让所有敌人毫无招架之力。虽然当时 Optic 初登版的阵容被对手打出一个大比分，但是 Pepper Rex 从中看到速切阵容的潜力，并偷偷的在私下训练。这里也透露出 Pepper Rex 的可怕之处。3月7号亮相的阵容 ，Pepper Rex 只花12天就完成了复刻，并在3月19号打东南亚赛区的队伍 PSJ 就用这套快攻赢得胜利。拉回对Celsius的对局里，开场叛旗的阵搭配 Forsaken 的霓虹一出去便拿到第一个人头首杀。大部分队伍遇到这种乱流，第一个想法都是会先慢下来，等待第二次进攻。但是Celsius在小组赛倒在 Pepper Rex 手上第一次时，就已经知道如果停下进攻，只会被 Pepper Rex 找到更多的机会。于是以退代进，快速提步 A 打，果然打得Benkai措手不及。不过可以看到打败的补枪速度也来得非常快。乱局之中 ，Surf 决定要一人放选往 CT 家吃，但老实说，其实 Surf 看起来打太贪而送头，实则是2个 A 大队友把 Surf 给卖了。原因是因为在乱战之后的提速，其实大部队是不太能分开来走的，所以 Surf 的死亡才会看起来这么的容易，并且毫无用处。后续打败掌握到攻击方的情报，原本想要抱团，但是避免包夹，于是选择回头把可能前退的敌人先赶走。Scary 这边也聪明，2人打了一波照面之后，正常人都会选择退回点内，但是他选择继续往前把地盘扩散出去。CT 确定没人，那敌人肯定在 A 大。人数虽然是2打3，但对Celsius的赢面很大。早期卡到 CT 位置的 Scary 可以跟点内的 Cruz 打一个漂亮的双枪线。Jin 马上意识到问题，拍下一个完美的阻隔冰墙，使对手的枪线无效化，上下大拉完成这一波的收官。接着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前推换家，后续更是用多层次的前推打的Celsius毫无还手之力。开局北面 Viper 南面 Sage 与老钱为最后的包夹做等待，另一侧叛旗跟霓虹直接往前自杀式屠死，拉动到回防 AY 的伏兵直接一涌而上。北面的 Viper 虽然死亡，但南面的夹击却非常迅速 ，Fox 完全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打败一发带走。最后变装大师 Benkai 与Jin2人小组配合完成残局。第一张地图天幕之下以13-4的大比分成功拿下。是 Benkai 击杀 Surf 拿下胜利，哇，大比分啊！就单兵天花板机体操作拉到最满，不知道Forsaken他想干嘛？他在防守的时候该干嘛？对，我找一路一个阵，然后加上我慢跑博直接跑出去，然后再一个 Q 结束。虽然Celsius在后续的双塔还有热带乐园跟 Pepper Rex 打得有来有回，但最后还是不敌对手2-3惜败。经此一战，世界也开始把焦点放在 FPS 界一直不被看好的亚太赛区。原本以为在讲求技能与纪律的游戏将是韩国赛区最好施展拳脚的舞台，没想到还能用这么狂野的模式来玩游戏，这个也是属于 Pepper Rex 的独家魅力。费尽千辛万苦拿到门票，他们过程却不如想象那么顺利。在冰岛大师赛，首个对手就是当时亚洲第一强权 DRX。DRX 不管放在现在还是过去，都是一支传奇队伍。从2020年8月12号第一场比赛到最后冰岛大师赛，一共89场比赛，只输了6场，并且有许多地图的 meta 都是当时 DRX 所带出来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就是叛旗加阶梯的体系，叛旗的闪光搭配阶梯顺风式的进场，总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里面把握先机。当时的 DRX 真的是太过于超模，第一战就输给了 DRX， 画下句点，恭喜晋级到胜部第2轮的是韩国强权 DRX。
落入败者组的 PaperX 没有放弃，先是2-0斩下现今世界亚军的 G2 前 LeGard， 再打赢由 Go 学长 Mixwell 所带领的前 G2， 闯进败者组4强的他们似乎又迎来了一线曙光。就在这时，挡在他们面前的敌人出现了 Zeta Division。当时所有世界赛队伍其实都不把来自日本赛区的 Zeta 当成首要威胁，并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 ，Zeta 也确实以2-0输给了 G2。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一股无形称为希望的火在 Zeta 身上燃了起来。Zeta 现在在败者组以极高的纪律性与著名的日式曼达打崩由爆头哥 Scream 与 Yampi 双人连线的 Team Liquid， 再利用同样的战术打赢曾经把 PaperX 送进败者组的 DRX， 并站到了 PaperX 面前。Oh my god！ 拉斯直接穿越黑下带走了对方，拿下了这个第13分，击败了 DRX， 顺利挺进到败者组的下一站。如果以纸面数据来看 ，Zeta 输给 G2，PaperX 又打赢 G2 的话，理论上也能赢下 Zeta， 但事情却出现了转机。第一张地图 Icebox 手枪局 ，PaperX 3人抱团控制中路，想要惩罚中路铁板的防守成员。目标达成后，2排转 B 面与 Viper 接轨，但是仔细看，攻击方的包其实是落在 A 点的位置，所以这里的集结其实只是制造中夹 B 的假象。1分27 ，Myfreak 的跳看确定 B 面近点为安全，结合刚刚中路情报，可以间接得出对手前部在 A。1分10秒 ，Forsaken 的动作看得出来 ，PaperX 中夹 B 为假，拆除慢行特区为真。Icebox 是一张只要防守守卫的道具一掉，就会陷入各点漏洞的情况。所以50秒这一边 PaperX 的战术就非常有趣了。中路毒烟掩护 Viper 以及 Sage 可以往前行进，管上的 Jet 则是吸引对手的情报，加上 Zeta 对于攻击方要中夹 B 的印象。因为前面 PaperX 的动作让 Zeta 整条中路以及 B 面的情报完全为零，所以对于解题上中想要中夹 B 的这个动作深信不疑。小地图可以清楚看到4个防守方直接被调度在 B 点里面。0分45秒 Zeta 察觉异样，开始大跑回 A。42秒进直接封住过点冰墙，搭配 A 外早已埋伏多时的老钱与 Sofa 大举夹击辣子。Sugar Zero 虽然想救，但是 Forsaken 的灵压也不小，最后只能任由辣子在点内死去。中路 Forsaken 的吊王打败精准的猎头手枪，短短1分半就让我们看到两队的比赛到底有多么精彩。上半场关键大枪局，辣子原本想利用法式转移的特性，在高点位偷一点人头或血量优势，这在当时的前波版本算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Sugar Zero 则在下方担任勾引和补枪的工作，而 PaperX 却进行了一波这辈子我觉得最漂亮的反制。先是在空中射出一道如同夏日烟火般的轨迹，辣子往天空一看，并不以为意，任由他飞行，但他不知道就是这样的轨迹让他开始了死亡的倒数。在退路上只有缓速灵球阻止敌方的流动性。辣子虽然有点怀疑对手，但还是决定在原地按兵不动。原本以为刚刚的轨迹只是正常的 line up， 结果原来这是一根摧毁法式转移的 line up。锚点一被打掉，正面部队烟雾与无人机接力的 combo 瞬间蹦出。辣子扫射几下，原本想走按1技能之后，才发现锚点早就被人家给破了。后续 PaperX 更是乘胜追击，侦察舰排查黄香。Sugar Zero 原本以为用食药毒液可以拖延 PaperX 的进攻，但他根本想不到进这手冰墙加上解体的腾空飞跃只是虚晃一枪。Jin 在下完冰墙之后，直接把包丢给身后的 Forsaken 表示我下包。Jin 直接趁势冲入敌方阵营，趁其不备的抓到第一只在高点位射箭的 Crow， 继续往内深入，游击在整个包点内。尽管 Ten 及时在局柜止损，但是仔细看地图，却又看到另外一个致命种子潜藏在中路地方。Ten 利用起死回生拉回人数量，中路的 Myfreak 果断出枪带走上层2只，搭配达拜侧翼补枪，这一波可以说是非常精彩，完全展现出 PaperX 的战术与谋略。转折却来得非常快，原本以为 PaperX 将会顺势将这股优势一路碾压 Zeta 进到下半回合，但是 Ten 侧翼关键的1串2打崩了 PaperX 手包的阵型，这样的击杀让当时正在中路反摸的 Myfreak 变成无用枪线，在辐射领域的掩护之下 ，Ten 再下一个人头完成关键的一口翻盘。接着 Ten 接二连三的发挥，不断的把比分给追了回来。在这可能被对手定杆之际，边凯搭配 Viper 的电剑，关键1电2，终于停止失分。Jin 的发挥更是在上半场完全展现出来，多次奶妈的1打2，把半场的比分决定在了8比4。半场过后的手枪局更是在边凯的掩护下完成3明治战术，完成拆包。最后1分由 Forsaken 与 Jin 两人兄弟齐心，起立断金，收官第一张地图 Icebox。OK，Tap 有一边倒地6比13。没有任何悬念的 Zeta 战队是直接输了极地海港第一张地图的比赛哦。第二张地图遗落境地，著名的3点图 ，PaperX 祭出双决斗阵，以为可以如同图1一样用枪法碾压，没想到在技能的堆叠下 ，Deb 与辣子相继出手，打得 PaperX 完全抬不起头来。震动断层给到了前面，第一只
带第二支，哎呀，还是被一发了。拉斯扛住压力，夸抓 Q， 可以，没问题 ，nice 哎。攻击方进不去，守方更是被技能打得喘不过气来，一落境地，13比2被 Zeta 拿下。第3张地图 ，Benkai 先为他们拿下第一个手枪局，第2回合也是快刀斩乱麻的快速平推下去。不过第3回合却开始昏招频出，没有炸死人的火箭筒，在人家面前想要大跑钻出副蛇领域的范围，各路单打开始打不赢的趋向，以及 Zeta 的完美配合，都让局势紧张了起来。第6回合 ，Peppers 发起全面攻势 ，B 面冰球的互交 ，MyFree 持续火力的输出，逼走 B 面视野。中路大动作施上压力，创造情报差，让边线有足够的安全空间。大部队竞走 B 面，临界值爆弹，直接走一波。Zeta 挡在眼前，谁也不让谁。Forsaken 原以为对手会退，结果 Zeta 不退反进，吓得快速交出顺风式，撤离第一线战场。Zeta 踩好阵型，步步进逼。MyFree 率先拿到第一个击杀，并在高台再度收下一个人头。即使对手派出无影西姆 ，Forsaken 也再度收下一个人头，来到5打2，反转却在这个时候持续发生。Crow 利用冰墙的爆裂，瞬间收下2只。Sugar Zero 的无影西姆也发挥效果，在收下 Forsaken 之后，开始拆包倒数。MyFree 快速开出暗夜袭击，混淆情报。Crow 真的中招，边快收下后脑，再利用一顿跳射，终于化解危机，有惊无险的收下自己的第3分，比数终于追平，比分却在此持续焦灼。走到了 CT。拉斯，还有机会！第2支 Forsaken 成功补枪 ，OB 没带到，但这一边看到枪管了，第1支带走，第2支、2支，第3支没办法，见到点内 Forsaken 发刀夸张。半场过后的手枪局，两边细节拉到最满。开局 MyFree 跟 Forsaken 的2人小组控制 B 面，利用神射的优势前顶，与 Sugar Zero 在市场碰头，两边互抓关键情报。B 面的 Forsaken 知道对手摆布的亚星座只是边线，对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果断吃球。Zeta 则是利用 B 面前推的情报拿取中路地盘，中路拿下之后，1分0四的 Sugar Zero 在被打沉的同时，也确定 B 面的对手并没有放。Forsaken 持续激进的目的是想把 Zeta 的大部队勾引去 A 点，这样 A 点的重防就能拿到奇效，同时为了避免被夹击 ，B 2楼的防守冰墙也是早就立在那边。不过 Zeta 也不笨，他明白如果这个时候直接去打 A， 很容易撞到防守重边，所以决定利用 B 2楼冰墙的情报差，临时拉一波小组在 B 面进行反清。如果这波反清可以把前点的 Forsaken 逼走或杀掉 ，B 2楼冰墙再同时自我崩塌，对手就会以为这是一波真正的装甲逼。计划很完美，但非常可惜，0分45秒 ，Forsaken 遇到开路狼风打掉之后，不止没有退反的是前进，这样的内容完全让平时以稳著名的日本赛区完全措手不及。Pro9 也是直接吓到往 A 点大部队回去。0分35秒，冰墙落下后 ，B 2楼的 Benkai 跳看没有发现对手，有了这样一个关键情报 ，Peppers 也逐渐确定对手打点意图。大转回 A 的 Benkai 刚好赶上对手进点的这一拍 ，MyFree 下烟减缓对手节奏，同时帮2楼下的Jin做勾引。这波勾引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从2楼跳下的 Ten 没有发现花园位的Jin，Deb 也是完全的被勾引。Jin 这波细节拉满，他虽有一个 Ten 侧脑可以收，但他只要先开枪收下 Ten 就没有机会连2楼的 Deb 一起收掉，甚至有可能被对手高低优势一口气收下，浪费这样大好的机会。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最好的开枪时机。MyFree 一帮忙杀掉2楼这个心腹大患，Jin果断开枪也带走 Ten， 转头走向门口再收 Pro9， 最后除了日本最强守卫 Laz 在众多枪线的包夹下隐恨败下这一局。这边要跟大家聊聊手枪局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通常在赢下手枪局之后，第2局也能正常拿下。第3局的 Bonus Round 虽然会输，但是能利用 Bonus Round 带来的经济打击，在第4回合利用全枪打残将的配置赢下第4局，所以保底都是3比1开。特战的13分机制让这个保底分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因为只要拿到手枪局就能拿下最少1/10的分数，2个手枪局都拿到就保底拿6分，也就是整整1/2的分数了。上下半场手枪局都赢的 Peppers 也是趁着优势先来到9分高地，比数来到9比7。原以为会被拉开的距离 ，Laz 直接吹起反攻号角，预判对手意图的 Laz 先一步走出 CT， 确定 CT 没人后，认定敌人就在大招近点处，果真等到了想要前来抓他的Dive，这一波预判真的太神了。乘胜追击，先在2楼单招掉 Jin， 随后更是打赢 B 点内的交战，成功把比数扳回9比9。第10分双位数之争，原以为会有转机，没想到却是无情的冲锋枪平推。拿下之后，日本的观众为之沸腾。加油啊 Zeta， 你们是最棒的！这是来自日本赛区观众朋友们的心声。最终 Peppers 被 Zeta 掌握到节奏，对将上面屡战屡败，为他们的这一次挑战画下了句点。拿出来第1次倒地 Zeta 13比10击败了 Peppers， 晋级到败者组冠亚赛事。没错。这次失败虽然可惜，但是他们没有时间难过，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迎来第2次大师赛。这一次的目的地在哥本哈根。
不到1个月的准备时间，先在自己赛区以16胜1败的成绩3比0大分打败曾经的拦路者 Cercia， 到哥本哈根大师赛更是继续碾压，击败世界最强先锋王 Leo 的队友 Guile 的 eSupport， 再打败欧洲强权 Fnatic 与冰岛大师赛的冠军 Optic， 直接挺进到最终冠军赛，这也是 PaperX 第一次有机会问鼎冠军。共同创办人在总决赛前说道。Alright guys, Nick here. It's Sunday, 24th July, Grand Finals Da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one. It's APAC versus MEA, PRX versus FPX. I don't really have much to say, honestly. It really does feel like it's just another day.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The mood is good. Everyone's happy. We're just here to have fun. 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对手，由 CS 1.6 时期就已经活跃并拥有丰富指挥经验的 Angel One 所组成的 FunPlus。但来到这次大师赛却不是这么的顺利。FunPlus 在这场赛事的第一天就被打入到了败者组，没有缓冲，没有铺陈，一上场就输。这支队伍没有崩溃，他们低着头打，一场一场打，一场一场赢。DRX、Fnatic、Optic 每一队都被视为夺冠热门，但每一队却又都倒在了他们的手上。当 PaperX 抵达总决赛，等在那里的是从败部杀回来，经历连场硬仗的 FunPlus， 一支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冷静、还要致命的队伍。他们不是 PaperX 最初的对手，却成为了他们最难跨过的那一关。These two teams have eliminated the best of the best to get here, and it's time to see which one of them can claim that throne. But the exciting thing is, guy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e're gonna have a brand new Masters winner, and potentially, Tom, one from a brand new region. 地图是拜 PaperX 的主场。开场第一回合 FunPlus 没有多余的试探 ，Angel One 马上丢烟封锁 A 秀 ，Zipen 带着 Raid 往前踩点，一场没有多余寒暄的正面交锋就此展开。Bind 是 PaperX 最擅长的地图之一，社群一致预测 PaperX 的军事将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但 FunPlus 并未给予多少喘息的机会，立刻以11连胜冲破 PaperX 的防线，最终以13比3拿下一图。而他们的老将 Angel One 单图 ACA 321，战绩18-8-6，主控烟雾形成战场的屏障，宛如将军压制全场。更重要的是 PaperX 的表现颠过于预期，根本无法在 FunPlus 的策略下建立节奏，仅在第12回合拿下首胜，但已经为时已晚。这场失利对 PaperX 的冲击极大，但他们懂得将失败当养分。Icebox 中 ，PaperX 用强势开场还击，以13比7扳平比分，并载入 Rating 2.1杀，拿下20杀，引爆战术攻势。Fracture 又被 FunPlus 反制，以13比7拿下第3图，将比数推至2比1的优势。最终 ，PaperX 用熟悉的 Heaven 破局，连拿分数，防守完胜，13比7将比赛逼入决胜图 Breed。两边手感打得如火如荼，开局尼昂直接大跑硬踩的图打赢点后的 Angel One，Forsaken TP 快速跟上取下 Sugesu 的人头，小漂亮的侦察舰照出所有敌人的位置 ，Forsaken 与达外双双倒下 ，Murphy 的绕背在装包后收下 Ardis， 但 Zipen 与肖的联手又把人数拉回了2打1 ，Murphy 只有1人，但是他拥有健康的血量 ，FunPlus 只有2人，血量都快见底 ，Murphy 决定走最远，拉长长城枪线，原本想要增加对方对战的难度，结果肖的枪法根本不讲道理，两发直接带走远程的 Murphy， 首枪局被 FunPlus 率先拿下，3比0 ，FunPlus 的优势打开 ，PaperX 踩稳脚步，开始他们最核心的玩法 W Gaming。 The angle locked down with the operator, the overdrive is denied. Every player toppling, but Jing returns again, glides to the side, but eventually the shots. Spike's still going to be stuck down the fault line. Gives him a huge advantage into this one. Ardis though now, all the pressure in the world. A prowler in his face, a flash, a tap at a spike. He has to stick it or win this 1v1 and Dubai, all he needs to do is survive. Half on the defuse, they're sticking it all away. Benkai, you're an absolute menace. But he's shut down, still down to the 1v1 Dubai. Zipen forced to offload the Seekers, and he will not get it off. One step closer, Josh, one step closer. That's got them through the choke point as well. This is where things start to get very dangerous. Incredibly dangerous, but still Forsaken, performing under the pressure to get to aims, the reset. Absolutely ridiculous! And what a play! 4 kills for the final blow. Felt right into place.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Masters Copenhagen champions, FunPlus Phoenix! 全场欢声雷动，大喊着 FunPlus 的名字。FunPlus 全员站在舞台，开心地向观众们挥舞着双手，反而衬托出此时 PaperX 的失落。说着自己的配备，此时的欢呼是多么的刺耳！明明奖杯近在咫尺，明明仅仅一步之遥，却是这么如此之遥远。
PaperX 于2022年哥本哈根大师赛止步亚军。我们再来回顾一次，当时 PaperX 被 Sketch 精准定位1打2拿下比赛后 ，PaperX 全员失落的镜头。这道深植于他们心中的伤痕就由此种下。不过他们没有气馁。来到2023年全新 VCT 赛季，虽然在 Locking 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但来到第一个区域赛事，在首届 Pacific Kickoff 就直接击败太平洋的各路好手，直取冠军。但不一样的是，他们补进一名新秀，一名原本效力于日本次级队伍Sangoku Gaming 的选手，一名领着160 ping 却还登顶北美伺服器前10的玩家，一名在单场比赛砍下136杀的天才，他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决斗卫。他在这届赛事初登板就直接拿下了 Kick-Off 的总 MVP， 更在总决赛上拿下全场 1.30 的评分，241的战力指数，高达23个手杀，整整比当时对面的决斗者 Bats 多了10个。Here we are at something now. This was your debut season on PaperX and VCT Pacific as well, and yet you lift the trophy with such a great team and walk away with the title champions. What does it feel like, and have you ever dreamed of this moment? Of course, I was dreamed to become team who play in Pacific, and I'm not think about this win, but it happens.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fans, thank you all. It was insane match, and yeah, thank you. I don't have a lot of words. 而这是北美第一观赛派对实况主 Tari 对这名首秀初登板的反应。Do they dare step? Do they dare venture? Kang falls. It's PaperX in control. Lovely response. Ready for it. And faces. 随着超新星的降临，也确立了自己先发地位。PaperX 3x几的时代已经来临，但这也意味着团队中必定有人要黯然退场。我们的综艺天王下放了板凳，至此再也没能看到他出现在 PaperX 的赛场上。而他在当年的9月也与 PaperX 正式分道扬镳。PaperX 说道：“今天我们要感谢 Ben Kai， 我们队伍中像大哥一样的存在，也是圈内最强的搞笑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指挥、那些关键时刻、那些迷因，还有那些回忆。来自 PaperX 的所有人，我们祝福 Ben Kai 未来一切顺利。” Alex 也发文说：“感谢你 Ben， 让我们登上国际舞台，并高举新加坡的旗帜。从2017年开始成为我最可靠的队友，这已经是6到7年疯狂的游戏表现与关键时刻了。横跨2款不同的游戏，无论你接下来在哪里，他们都会非常幸运的能拥有你。”我们也能在他后续前往G1的 VCT 采访中窥探他对23年整个赛季的看法。 Not my decision, so experience things from the backseat. 2023 was just, I'd say, uneventful. It was challenging, and I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play. And I didn't really get to do that. Regardless, I don't really have any regrets throughout that year. Definitely very cool. Had different ideas of what I could do, but my main focus was always on finding the next team to play with. I just wasn't satisfied with myself. I didn't want that to be how I end my career. I wasn't done with it yet. 就是这样 ，PaperX 正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现在东京大师赛因为签证问题导致最新火力点 Something 无法出席比赛，因此找来 CGRS 替补。这样临时组成的阵容依然可以靠着良好的化学反应拿下大赛的第3席次，只有3-2败给23年的黑马 EG， 这使得他们没有想到这支队伍将成为他们今年最大的阻碍。I guess just very proud of us, I guess. I mean, like, I think no one have expecting us to be this far this time. But I guess we proved the doctors wrong, you know. So yeah, I mean, we had fun. I mean, like for me personally, I had fun. But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games, I kind of feel like the gas is not there anymore, you know. Yeah, kind of like, yeah, maybe hopefully after we reset, then break for champion, we'll be back stronger. 23年一路奋斗至今的他们，经历改组、磨合与各种事件，拿下第一个 Kick-Off 的冠军，以及东京大师赛的亚军。今年所流的汗血，都指引着他们通往特战英豪的最高殿堂——洛杉矶冠军赛。而这是他们全员集结时刻 ，Something 终于站上了国际赛事 ，PaperX 的声势来到了最高点，这是他们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不再留有遗憾，告别去年一次短跑的阴霾，这样实际篇章即将展开。而在这时，比赛期间也刚好经历了 Alex 教练的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Alex. Happy birthday to you. Gonna blow 2 cakes.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接着他们一路连胜，从小组赛到季后赛一败未强，甚至还复仇他们在大师赛对手EG，一切仿佛都要倒向 Pepperes 这边了。在赢了这场后 ，CGRS 也对 Pepperes 全体成员信心喊话。So proud of them. Yeah, they living for me. Master, they lost to AG. I'm something not do. Next. Final. 当时由普特教练率领的 Evil Genius 在败部战胜了 Loud， 又再一次爬了起来，站上洛杉矶的冠亚，再一次的与 Pepperes 展开生死博弈。Just one more series to close out the year. History is going to be mad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EG or PaperX will lift their first ever global trophy right here in the Kia. 赛前 DX 的 Marco、Stax、Fnatic、Boster、Shazam， 又或是 Tariq 都前来为他们加油鼓励，而这时他们也得知了最疯狂的瑞兹选手Jing，在这次的比赛后退出赛场。他说道 ：“If this is my real last tournament and I never come back, I'm just proud of everyone in my team for going through this journey with me. I hope the fans just remember like this era of PaperX.” 他们又多了一个必须要获胜的理由，但EG丝毫没有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波德巧妙的战术安排与部署他们的单兵技巧，领队最佳操作者的 Jogamo 最巅峰时期的 Demon One 造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压迫感。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在哥本哈根遗留的伤痕正在逐渐显露，血液逐渐透出了纱布。第4张图，莲花古城来到12比10的比分 ，Pepperes 的人数不断的掉落 ，Jing 成为了场上最后一位存活的成员。面对到EG的3位成员，先是打掉 Jogamo， 但是刚刚轻微的炮枪导致准星无法马上转移到树屋。这时侧脑的 Demon One 开出了几枪，这几发子弹不只是象征着这局的胜利，也终止了 Pepperes 登上 BCT 宝座的机会。Jing 成为了枪下的亡魂 ，Evil Genius 彻底撕裂了 Pepperes。他们的伤痕流出着鲜红的血，那是他们练习所留下的汗水，那是他们无法挽回的泪水。梦再次被现实给硬生生的击碎。最让人心疼的是，他要离开我们了。I mean, although all of us say that we have no expectations and stuff, like deep down, all of us wants to win, and I think all of us also know that. And I think just now in the match it showed because I don't think we played up to our standards, but I mean, there's nothing much we can do now, but yeah, I guess. To everyone in PaperX, Jason, Ilya, Nish, Ron, Tikla and Alex, I just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going through this journey with me and just like everything, I guess, like just being my teammate. I just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being there for me throughout these 2 years. 暴龙一级又再一次停留在了亚军，这道无法磨灭的伤疤最终成为 Pepperes 分崩离析的开始，一切支离破碎的起点。这一次的失败非同小可，接二连三的万年老二让 Pepperes 的士气相当低迷，他们急需要找到一个人补上Jing所遗留的空缺，但是谁又有这个能力顶替这个大位？失去这个核心成员，让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无法安宁。但我们永远都能相信 Pepperes 教练的眼光，他们找来了一名来自 G1 的芒叶，放到现在，我相信没有人会再质疑这位选手的能力。他在 RRQ 的发挥，大家有目共睹，但当时的他还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承接下了这个单子后，无疑的各方都会严重审视他的状态，更严重的甚至直接开骂。这是一个能赋予他荣耀的岗位，同时也得承担巨大的压力。这是当时 Pepperes 成员对于芒叶的评价。It's really click with us, and like the jokes and everything is pretty click. Even like the play style also like pretty similar, like aggressive. He fits with us very fast. With this playstyle, let's say double gaming. 新改组的他们依旧强势，取得了通往马德里的门票。这次的赛事中也发生了著名的比中指事件，起因来自于他们与欧洲队伍 TH 的比赛。这场比赛应该是 VCT 开赛历史以来火药味最浓厚的比赛了。来自亚洲的 Pepperes 打法过于奔放，跟讲求战术与技能布置的欧洲队伍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时小组赛 Pepperes 击败 KC 后 Magnum 对于这支队伍的看法。
I would say like the play style is stupid in my opinion. The way they play and they disrespect you. 来到第二场小组赛，面对了这次故事的主角 TH， 在第二张莲花古城中还上演了mang叶想帮 Forsaken 复仇反刀的戏码。He's going for an over the zone! Oh, that's amazing! What am I watching? That's incredible! Has anyone told the players it's an elimination game? You realise your tournament life's on the line, buddy? Oh, I love how much fun PaperX have with every game. It is so infectious. I mean, the knife play here makes sense for Boo, right? He knows that to play with the judge, just run out of bullets. That one is just mental. Oh, Alex is pissed, man! 而且双方比数来到1-1 ，Heroic 的教练很明显对 PaperX 的打风有明显的不满，所以在选手退场时直接对 PaperX 的成员大声吼叫，双方也在比赛中叫嚣，气氛也逐渐紧张，但最后还是由我们的 PaperX 拿下胜利。就在这个胜利时刻，产出了名场面 ，Something 对 TH 比出的胜利手势，就是个对对方最美的祝福，被官方罚款了1万美金。而 PaperX 在赛后采访对大众道了歉，这也成为了著名的比中指事件。I wanna say sorry to every fans from Heretics and overall to the world, I will say, because I'm a professional player. I cannot do that. I cannot put my finger middle to the opponents. It's my bad. Yeah, sorry. 最后，败在年初相当强势的 Senna 的手下得到了大赛第3名次，但这时一枚震撼弹又再一次的被抛出，就是 Jin 即将回归赛场，因为身体因素，他免除了兵役。PaperX 上演了如8点档般传奇的团聚，这是所有粉丝们都梦寐以求的画面，同时也让mang叶落入一个尴尬的处境，这样的人才就落入了板凳。随后他也发文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的第1次大师赛棒极了，但努力从不停歇。这个消息有点苦乐参半，但我会一直准备好为团队做出贡献。Jin 的回归让 PaperX 马上缴出亮眼的成绩单，复仇的卷局拿下 Stage 1赛事的总冠军，他们将踏上上海大师赛的舞台，所有人都认为这会是 PaperX 距离夺冠最近的一次。原因是大师兄 Jin 回归队伍，而马德里冠军 Sentinel 无缘这次大师赛，就像黑马卷局也在赛区内被他们给击败，握有第1种子的还可以直接无痛进入季后，看似天时地利人和，所有要素集齐，也是在这一次太平洋抱回了属于我们赛区的第1座冠军。但那支队伍并不是本期的主角。位置上海大师赛冠军张继。至于 PaperX 在季后赛的阶段狠狠地摔了一跤，败给了 G2 和100T 这2支美洲队伍，直接2-0出局。你知道吗？有些噩梦它总是如影随形跟着你，每当你以为它消失的时候，就会在最糟的时间以最丑陋的形式再度呈现出来，那些伤疤又再一次的被揭开来。年尾的时候，冠军赛他们止步小组赛，败给了 G2 和 EDG， 纸包龙陷入深深的泥沼而无法自拔。接下来的情况只会更糟 ，PaperX 的荣光看似已不再闪耀。I mean, things are easy when we are winning. Like it's easy to just brush it off and look past the small things. But when we are losing, you have to face the problems, and it's not something easy to fix, but you have to face it. 尽管在学赛期拿下了中国福能邀请赛的冠军，但到了25年的赛季，整支队伍的状态很明显每况愈下。现在 Kick Off 败给了未来的曼谷大师赛冠军 T1， 然后又在败者组第2轮在面对到 DFM 时，居然被2-0直接带走。DFM 13-1、2-0赢下了胜利，挺进到了败者组的第3轮比赛。而我们的 PaperX 走到了今天，最终还是倒在了 DFM 的手里，写下了这一次日本重组之后最大的一个新篇章。VCT 的联赛化，整个环境的增强，都让这支兄弟娃的实力显得有点不足了。换人的声音层出不穷，场上越来越迷的操作，也让原本支持他们的观众变成怀疑，甚至于讨厌他们的黑粉。PaperX 接连经历2024 Champion 和2025年 VCT Kick-Off 的失利，甚至连曼谷大师赛的门票都没有拿到，这也是 PaperX 所经历最大的挫折。他们自2021年冠军赛以来首次跌出的国际大赛名单，他们也失去了 VCT 中最长的连续晋级国际赛纪录，也是至今没有任何队伍所达到的领域。至此，他们来到战队生涯的最低点，伤口恶化的情况已经超出众人的想象。暴龙已成了笼中困兽，如今的他们已经连大师赛的入场券都
一票难求，打出赛区都有了困难，与他们曾经的辉煌战绩形成了强烈对比。面对观众的质疑，面对粉丝的失望，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实力的怀疑，绝望如陨石般袭来，众人被蒙上了一层深深的阴霾。这难道就是 Paper Race 的终点吗？接着，我们来说说另外一条故事线吧。一支来自 EMEA 的老牌队伍，在2023 Paper Race 崛起期间，他们也缔造了一段在 VCT 至今无人能达到的卫冕王朝，拿下了圣保罗 Locking 和东京大师赛的总冠军。你可能会想，不就连续夺冠而已吗？真的有这么强吗？我们来看看 VCT 中的历届冠军 Sentinels、Gambit、Ascent 又或是 Arctic 等等，没有一个是能够成功延续自己的圣火，甚至有些战队都已经完全淡出特赛樱桃。而他们也是来自2021年冰岛大师赛就已经在赛场上打滚的元老队伍，并且还拿下当届大赛的亚军。而他们自此沉寂了几个赛段后，在2023的大赛中大放异彩。欧洲数一数二的决斗者光头王德克，当时还只有拿过一届冠军的 Chronicle， 土耳其火枪兵的 Alpha 也从盖尔的 eSupport 挖角而来的世遗先锋 Leo， 再加上最具个人魅力和顶尖大脑的 IGL Boster， 这5个人在2023年打造了自己的霸权。we were just half an hour ago we were 11-2 down or something, and I was thinking, oh no, I'm gonna go second again. But my teammates are really good, and we somehow pulled rounds out of the bag. Sorry. Oh. I don't know why I'm crying. Little baby. No, I'm fine. Yeah, it was just a really good series. Yeah, love Valorant, mate. I'm gonna get grey hair in like 1 year, I think. Yeah. 而好景不长 ，Fnatic 的政权并没有持续的长久，在洛杉矶冠军赛，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Jin 告别赛场那场战役中，就开始逐渐走上了下坡。2024年，他们的最强火力点，拿着步枪，具有着如同间谍般对枪胜利的男人 Leo， 在上海大师赛1役中因新冠后遗症暂别了赛场，逼不得已的他们补进了4级联赛的新人 Hero， 但还是无法在24年的首尔证明自己。队中元老级的成员德克也在这个赛季后前往了 Vitality，Fnatic 也只好在25年大刀阔斧的换血，补进了新生代的决斗 Kaya， 还有从美洲的 NRG 找来的老 Optic 成员 Clashes， 但在 K-Off 的表现很明显不尽人意，在第3轮败者组以0-2输给 FUT， 他们也失去了前往曼谷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熟悉的画面！两支在23年赛季风光一时的队伍，至今都沦落至无法接触舞台的失落王者。不过命运就是如此的有趣，两支仅仅交手过2次的队伍，冥冥之中默默筑起了未知的缘分。他们都在接下来赛场上彻底解放了队伍自身全部的潜力，并在荣耀的尽头再次相遇，赌上彼此的荣耀，为了各自的信念而战。